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梦星语。这期主要讲的是 Cloud Code， 毋庸置疑，它是目前最好的 AI 编程工具。Cloud Code 就像《山海经》里的黎利，其状如豚，有据，其音如沸，见则其线多土工。也就是说，一见到它工地就开工。正如 Cloud Code， 输入-init， 工程就开始了，从骨架到成品完全帮你搞定。它无疑是目前最强的 AI 编程工具。当然市面上还有其他许多的类似的产品，但是你一旦学会了 Cloud Code， 其他的也差不多啊。比如说 Codex、Pimico， 还有这个 Free Cloud Code。这 Free Cloud Code 就是穿了 Cloud Code 的外衣，然后能够让你使用其他的 AI 模型，但壳子是 Cloud Code。对于不能直接使用 Cloud Code 的小伙伴，可以先看一下我的一些往期的视频。除了 Cloud Code 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AI 编程工具，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啊。能够使用 Cloud Code， 其他的都差不多。视频推流机制，创作不易，请大家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话不多说，直接开讲。先要安装 Cloud Code， 安装 Cloud Code 之前需要把 Node 环境安装好。还没有安装 Node.js 的小伙伴，可以到它的官网去下载安装一下，它肯定是免费的。我的 Node.js 的环境是已经好了的。然后你到 Cloud Code 的官网，点一下这个方框的复制按钮，把刚才复制的命令粘贴进终端，按回车就可以开始安装了。我是已经安装好了，用这个命令检查一下，如果跳出版本号的话， Cloud Code 就安装好了。Anthropic 本身是有给 Cloud Code 提供他们定制的免费的教程的，这个就是它教程的网址。比如说你想看 Cloud Code， 就点进去，注册登录一下就能看，它是免费的，这里 free 写的很大。Cloud Code 装好以后就要开始登录使用，等一下按 ESC 退出一下，用这个命令创建一个文件夹，我们把演示放到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用这个命令进入到刚才创建的文件夹，再次输入 Cloud 的命令，选相信这个文件夹，点同意，这样就进到 Cloud Code 里面了。一开始是需要登录才能使用的，它是可以和其他免费 AI 模型一起工作的。这一次我们就按 Anthropic 的官方教程进行。要登录就输一下-login 命令，按回车，它会弹出3个选项，第一个是订阅用户的，第二个是给 API 用户的，第三个是给其他模型的，这个看大家喜好了。如果选第一个，它弹出一个网页，你点一下 Authentication 或者授权就可以了。如果选第二个，你就把你的 API key 复制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等登录好再继续。登录授权成功以后，按一下 Enter 继续，现在就可以开始使用 Cloud Code 了。我也已经进到了刚才创建的文件夹底下，它是支持中文的，输入一个简单的 Python 脚本的提示词，让它做两数相加，按回车，这样它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在默认状态下，读写文件它会要求你给 permission， 如果你不同意，可以选 no， 同意就选 yes， 这个是同意并授权以后不要再问，直接执行。对于第一次使用，我们就选 yes， 这样又会继续啊。这里可以看到已经使用的 token 了。这个部分就是他写的脚本，这个就是他刚才使用的工具，他刚才用 write 工具来写这个脚本。对于收起来的这几行，你可以按 Ctrl+O 把它打开，再按一下就可以关掉。在访达里也会看到这样一个新建的 Python 文件。那如果要运行它，要怎么做呢？首先先按一下叹号，输入叹号以后就进入了 Bash 模式，然后把这个命令试一下，粘贴进来，按回车，这样它就开始运行。你要是觉得直接在 Cloud Code 里面运行不顺手，你也可以重开一个终端，进到项目文件夹，复制粘贴刚才那个命令，按回车，输入一个数，再输入一个数，两数相加就会出结果了。一个结果好了，它会开启下一个循环，我们不管，按 Ctrl+C 退出。另外 Cloud Code 也可以在 VS Code 里面直接用，在 Cloud Code 的官网选这个按钮，选择 VS Code， 我们要在 VS Code 里面装一下 Cloud Code 这个插件。我是已经安装好了，但是给大家看一下，点一下扩展按钮，复制粘贴刚才那个名字，这个就是要装的官方的插件了。装好以后点 Cloud Code 这个按钮，这样就会出来了，关掉。你也可以点右上角这个按钮，在这里也可以选择 Cloud Code。进来以后也是一样的，先要 Login， 我们 Login 好了再继续。登录好了以后，拖入刚才创建的项目的文件夹，再做一个脚本，这次做两数相减，发送，很快就出结果了。但是没有看到新生成的结果，我们让它直接生成结果，保存到当前文件夹底下，发送。它再次要求授权啊，在默认的模式下是要求授权的，直接选 Yes， 这样这个就生成好了。复制一下这个运行的命令，粘贴到终端，按回车，给一个数，再给一个数，这样它就出结果了。
也就是说你是完全可以在 VS Code 里面使用 Cloud Code， 但是 VS Code 不是本期的重点，本期重点依旧是使用原汁原味的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回到 Cloud Code， 我们刚才看到每一次执行一个 prompt， 它都会要求你去授权一下，这个很麻烦。一般情况下 Cloud Code 有4种模式，它们分别是默认、自动授权、规划和思考。默认使用的就是这种默认模式，它是非常谨慎的，要做文件的读写都会要求你输入授权啊，也就是之前看到那个点的 yes， 但是这样很麻烦啊。它既然有自动授权的模式，我们就应该转换到自动授权的模式，按一下 Shift 加 Tab， 你会看到提示词变成了 Accept Edits On， 这个就转换到自动授权模式了。你还可以继续按 Shift Tab， 这样你就进到了计划模式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使用自动授权模式，模式之间的切换就是用 Shift 加 Tab。 那么怎样进入思考模式呢？很简单，先给一个 prompt， 只是想让它简单思考就在后面输入 think， 如果想让它努力思考就输入 think hard， 如果想让它更加努力思考就输入 think harder， 如果你想让它最努力的思考就输入 ultra think。 你会看到 ultra think 都会变成彩虹色，这说明它的思考程度是最深的，而且它消耗的 token 也是最多的，一般是不用的。除了让 Cloud Code 进入思考模式，你还可以通过输入-effort 用这个命令来设置 Cloud Code 的努力程度。当然越努力消耗的 token 就越多。输完 effort 之后按一下空格，你在后面就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努力的不同程度，从 low、medium、high、extra high、max、auto， 默认用的是 high。 那为了减少 token 的使用，可以直接选择 medium 按回车。那如果你觉得自己判断不准，你就让它 auto 按回车，你会看到它一下子直接就设到了 max， 还是给它设回来正常情况下 medium 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要使用 Cloud Code 开始一个项目的时候，都要使用-init 这个命令按回车，这就是让它初始化一下。它主要就是要创建 cloud.md 那个文件，那是一个基准的 Cloud Code 的行为标准的一个文件，也就是这个文件 cloud.md。 因为我已经在自动授权的模式下，因此这一次创建文件就没有跳出要我给它授权。给一个叹号，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就会看到 Cloud Code 的行为标准文件 cloud.md 已经创建了。这个是它的行为文件了，这行为文件是可以随便改的，你想让它有什么行为你就到里面去增删改查都可以啊。刚才也看到了，如果要使用 dash 命令就先输入一下叹号，按 ESC 退出。如果要输入 Cloud Code 的内置命令就先输入一下斜杠。它这里有很多的命令，慢慢用啊，慢慢用都会熟。除了可以定义 Cloud Code 的执行标准，我们还可以让 Cloud Code 做一些特定动作，通过给它一些特定的记忆，给一个 hash 键，告诉它每次回答结束都要说回答完毕，按回车。这样你就会看到它记住了这个要求。我们来随便问一下，看一下这个要求是否生效了。每次回答完它都会说回答完毕。如果你想看一下它到底写了什么，写在哪里这样的详细信息，你就按一下 Ctrl 加 O。 它其实做的就是一个 Project 层级底下的 Memory 的文件，按 ESC 键退出。那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个回答完毕怎么做呢？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已经知道了它是 Memory 嘛，所以我们就使用 Memory 命令。出现了3个选项，如果是 Project 层级的 Memory 呢，它会存在 cloud.md 这个文件。Project 层级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用这个 project 都会有这个记忆。第2个选项是 user memory， 它是存在点 cloud 下面 cloud.md。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只有你这个 login 的用户或者你 share 的一个群组的用户才会有这个记忆。我们刚才用的是 auto memory， 我们看一下选项3 auto memory。 那这样我们就看见了刚才存储的这个文件，选删掉。因为这些存储的记忆你都可以随便改啊，按 ESC 键。我们准备试一试还会不会有回答完毕，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删掉了，应该是不会再有回答完毕了。再给一个 hi， 还是有。用这个命令直接退出一下，退出之后用这个命令再次进入 Cloud， 输入 hi。 好，这下你就看到它已经没有回答完毕那个提示了，也就是说记忆是可以随便删除的。当然你也可以随便创建，也就是说记忆的创建与删除主要是根据你实际的需要而定。来看一下提示词的清空，有的时候我们输入了一段提示词，但是我们突然想了一下不需要了，
你当然可以这样一个一个删掉，你也可以连续按2下 ESC， 这样就能整行清空了。接下来看一下历史的回滚，比如说我们先让它创建一个 say hi 的 Python 文件，这样它就开始创建了。选 yes 让它创建，给叹号，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确实能看见这个文件。再给一个提示词，让它创建一个 say hello 的文件，按2下 ESC 清空。我们要换一个模式，按一下 Shift 加 Tab 就能够转换到这个自动模式了。给提示词，让它生成一个 say hello 的文件，回车，这样文件就创建好了。再给一个提示词，创建一个 say yes 文件，这样 say yes 的文件也就创建好。我们刚才就创建了3个文件，但是我们突然想，我不需要 say yes 的文件了，可以怎么做呢？在没有任何提示词的情况下，双击2下 ESC， 然后上下选择。我们不需要 say yes， 就选到 say yes 之前按回车，它会给5个选项。第5个选项是不管这一次操作。第1个选项是还原代码和对话。什么是对话呢？比如说这样的一段就叫做对话。第2个选项是还原对话。第3个选项是只还原代码。第4个选项是对之前对话做一个总结。这个实际上是压缩上下文用的。一般情况下要回滚，我们就选第1个，这样就跳过了 say yes， 回到了 say hello 这一步，按回车。这样你就看到我们确实是回到了 say hello 的这一个提示词这里，按2下 ESC 清空，给叹号，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这样你会发现只剩下 say hi 这个文件，之前的 say yes 和 say hello 都没了。给一个叹号，用这个命令可以最终确认 say hi 文件存在，而且 say hi 文件的内容也在。当然回滚的话，你还可以用 rewind 这个命令，我们试一下。回滚的话，不仅能回滚代码和对话，也能回滚命令。比如说我们就回滚一个命令，按回车选1，回滚对话，这样就回滚了一个对话。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就按 ESC 键按3下就全部退出了。有的时候我们的提示词比较长，这个窄窄的输入框呢不太好编辑，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按 Ctrl+G 把它转到 VS Code 里面，先打开，然后在 VS Code 里面继续输入。在 VS Code 里面输入好以后，保存关掉，它就会自动回传到 Cloud Code 里面。这是一个新的 App， 按2下 ESC， 我们准备退出，用这个命令退出以后创建一个新的项目，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晰。按回车。顺便说一下，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直接使用 Cloud 命令在同一个项目文件夹底下进去的话，之前的对话是会丢失的。如果你不希望对话丢失，你就加下-C 按回车，这样你就会看到之前的对话都在。斜杠用 X 命令退出。我们看一下，直接用 Cloud 命令，这样你进来以后，即便在同一个文件夹底下，也看不见之前的对话。即便你双击 ESC， 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滚。退出一下，清空一下页面，回到上一集，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按回车，进入新文件夹，清空一下页面，使用 Cloud 命令开启 Cloud， 问要不要相信这个文件夹，选 Yes， 这样就进来。这样就可以在新的项目文件里面使用 Cloud Code。再次输入 Checklist App 提示词，按回车，这里可以看到 Token 一直在跑 ，Token 就是钱，因为我们这个教程是完全按照 Cloud 原汁原味做的，很快就出结果了。刚才没有转到自动模式，不过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选第2个选项，按回车，这样就创建好了。他说可以在浏览器中直接打开，输入提示词，请帮忙在浏览器中打开，按回车。也可以直接用命令行来做，也没关系，在选项里面选2，这样它就在浏览器中打开了。整个风格很像 Cloud， 当然没关系，我们只是试验一下它的功能，随便给一个东西点添加，确实是让月份进行分开的。连一下这个叉叉还能删除，再添加一个打勾，确实会划掉，看上去挺不错的。这个日历能用吗？这个日历也能用，刚才那个 App 肯定是能用的，但是它不够现代，我们希望把它变成 React 加 Webpack 的形式。但是做 Project 的 Scaffolding 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我们需要转换成 Plan 模式，按一下 Shift Tab， 这样就进入了 Plan Mode。给一下提示词，让它变成 React 加 Webpack， 按回车。Plan Mode 就是说它会先帮你做计划，它给了计划，你看了满不满意？你要不满意继续修改，或者不要掉。你要满意就可以继续执行。Token 正在狂飙了，这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Token 的消耗量都2000多，以后会讲一点花活。把它怎么变成使用免费的 AI 模式，这样烧下去不得了。Token 还在飙，我大概看一下这 Token 要消耗掉多少。刚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这次就算我先总结一下吧。刚才那个花了近6000个 Token， 很快他就把计划做出来。这个计划你可以慢慢的看一下，我们主要看一下它下面这几个选项。它有3个选项，第一个是自动执行，第2个是手动 approve， 也就是说它每一个动作要求
你都要同意它才会执行。第三个是告诉 Cloud Code 要做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他做的这个计划不满意，你可以告诉他要做什么。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Ctrl+G 放到 VS Code 里面去编辑。这次我们就选第三个选项，告诉他要怎么做。首先，我想要用的是 TypeScript， 然后不用 Webpack， 用 Vite， 样式就用 Pure CSS， 管理工具用的是 PNPM， 让它重新生成计划，按回车。哦，完蛋 ，Token 又在标，计划改好了。现在他问要不要继续，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就选 Yes； 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而且想自动运行 PNPM 的命令，就选第二个。如果你还有其他修改建议，就选第三个。我们这里就选第二个，这样它就开始了。Token 正在狂飙中，好可怕。好的，新计划已经生成好了。这一次我们选项1，让它用 Auto Mode 自动开始执行。Token 还在狂飙，所有的东西都是 Token， 就这么个东西，1万多 Token。好的，这样就已经完成了，而且它自动在浏览器里打开了。试一下它能不能用，可以添加，点一下叉叉按钮，看一下它也能够删除，日历也依旧能用。再添加一个新的，打勾一下，它也确实能删除，也确实是按月份进行分组。这样一个简单计划就执行成功了。那之前这个操作呢，人机交互了好几次才最终完成。有没有权限更大的模式呢？实际上是有的，但Ctrl+C 2次退出，输入这个命令，在 Cloud 后面加这么一个参数，这样它就不会再要求你任何permission，也就是说它可以按它自己的想法自行其事。也就是说，你给了这个参数 ，Cloud Code 就会天马行空自行其事。如果你想保留之前的对话，就输入-C。一般我们是不用前面这个权限全部开放参数的。这里只是给个例子看一下，我们就用 Cloud-C 再次进入 Cloud Code， 这样之前的对话依旧是保留的。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黄色的警告，这个黄色警告基本上你可以不管它，它就是说 Cloud Code 也会出错，自己要小心点，最好按 Shift-Tab 调回默认的安全模式这个没有太大关系基本上你可以不管它。我们刚才看到确认列表的字体太小，我们就继续输入要求字体要24个 pixel， 原来是28，怎么可能呢？看上去好小。这个很有可能是他理解错了，他理解成改 title 了，我要的是改生成的那个列表的字体。这样就再给提示词，明确告诉他要修改的是生成列表的字体。大回车，对，这样他改了，原来字体是15变成24，很不错。他把 title 从24改回28了。给一个叹号，我们用 PNPM run dev 命令跑一下，已经启动了。复制一下这个链接，这个就是它的本地链接了。当然，你也可以输入提示词，让它自动帮你打开刚才的项目的 localhost 的链接，在这里创建一个新项目，字体明显变得很大，也很好看。回到 Cloud Code， 给一个提示词，让它复述一下《道德经》的第一篇。换言之，你可以看到，即便在有后台运行任务的时候，它也依旧可以进行答复。那我们怎么看在后台运行的任务的详细信息呢？直接输入 task， 也就是用这个命令。看好以后，如果要回退，就按向左的箭头，你也可以直接按向下的箭头，再按一次，它也会展示出后台运行任务的详细信息。因为我们之前用的命令就是 PNPM run dev， 这个链接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链接。按 ESC 键可以退出，按向下键我们再去看一下，按 X 键可以终止任务，我们按一下 X， 这样后台任务就停止了。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想要重新启动一下这个 App， 然后添加一个中文英文的支持，按回车。Cloud Code 的努力程度是 Medium， 这个是我们之前设的，还在运行，不过已经打开了 App 了，这样它就执行完了。在这里会看到一个语言转换的按钮，我们到界面里面来试验一下。是的，确实有中英文转换的功能，不过似乎是漏掉了顶部这个 title， 不过这个也没关系，也是可以通过提示词再次修改。那这样基本上 Cloud Code 基础到高阶的用法都讲好了，之后会讲一点其他的花活，比如说 Agent Skill MCP Hook， 然后如何替换成免费的 AI 模型，因为大家之前也看到那个 AI Token 正在狂飙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这个 Cloud Code。目前它算是最好的 AI 编程工具了，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